体育竞赛的看点无非就是2点：一是够激烈，能展现人类原始的竞争本能；二是够刺激，能够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。因为体育比赛本来就是一场娱乐。本期影片，猫爷就为大家带来世界上最性感的运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超级碗相当于美国人民的春晚，那一碗则大抵相当于语言类小品节目，是所有人最大的期待。那一碗是暴力与美的结合，女性选手名副其实，只穿内衣在橄榄球场上公开肉搏。该比赛起源于2004年的超级碗决赛的中场娱乐赛，最初由模特和啦啦队组成，也没有什么盈利目的。可随着赛事逐渐受到广泛关注，那一碗在2009年成为了一个固定赛事项目。欧美各大城市公开招募选手组成代表队参赛，达拉斯欲望队、洛杉矶诱惑队、芝加哥极乐队，散发着荷尔蒙的队名背后是一个个充满魅力的女球员。参赛的女运动员装备也很特殊，头盔、垫肩、护肘、护膝、吊袜带、皮带以及内衣内裤和胸贴。而对抗强度极大的橄榄球运动穿成这样会发生什么？想必各位老司机你们都懂的。即便是在2013年，那一碗迫于舆论压力更改了着装规范，女球员们依然要穿着领子在锁骨上、下摆在锁骨下的衣服。但猫爷看来，这其实相对于内衣也没有太多变化。虽然那一碗名义上是娱乐赛事，但无论是规则还是强度，相较于正式橄榄球没太大区别。而且得分方式项赛更为严格，那一碗没有头球得分，只有达阵、触地才能得分。这就意味着女球员们必须带球冲锋，或是以单薄的衣服与身躯厮杀，一不小心就有走光和受伤的风险。这一切听上去像10几岁的男孩会在卧室里做的梦，而那一晚的欢迎度似乎也证明了男孩从未长大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那一晚在澳洲首播当晚，收视率比最顶级的澳洲甲 A 高出近50%，观看人数峰值高达到28万人，平均收看人数超过7万人。而热门的甲联赛的观众仅有4万名观众，这其中还不包括现场观众，票价从12美元到127美元不等，仅5000名观众就贡献了数十万美元的收入。核心观众人群在18至34岁之间，大约占总人数70%，绝大部分毋庸置疑是男性观众。那一晚的脸书粉丝超过100万，而超级碗账号的关注度也不过才30多万。无论是否热爱橄榄球，都不会妨碍人们热爱内衣美女，更何况是肉搏的美女。时代周刊曾评价道，它是21世纪最有美感的体育赛事之一。太阳报也认为这项运动给了更多的人们观看橄榄球的理由，因为它无限放大了女性的健康美。可是很多人也认为，这样的穿着去打橄榄球，侮辱了橄榄球运动本身，甚至一度因为反对声遭遇抵制停办。其实这些姑娘也都是有梦想的人，她们大多数是真的很爱橄榄球，只不过由于很多原因没有被选到正式的橄榄球联盟，就选择那一晚作为她们梦想的起点。因为内衣橄榄球的选手并非作秀，更不是花拳绣腿，他们在场上的对抗强度与美式橄榄球一样，冲炮、飞扑、对抗样样都是真枪实弹。每一个能被选上打内衣橄榄球的姑娘，都有着绝对的专业橄榄球实力与脱俗天赋。他们的训练强度也一点不小，训练时长14小时以上，每周5次，内容包括不限于有氧、力量、技术。赛季开始前还要有6至10小时的团队训练，平时还要看录像分析比赛，甚至有的姑娘还要自己找教练私下加练。如果你觉得他们可以赚很多钱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他们真的没有任何收入，听清楚，收入是0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要在每个赛季向联盟缴纳45美元的注册费用。他们这么努力，如果不是热爱，又是因为什么呢？但是商业联盟还是利用了这些热爱橄榄球的姑娘，最终他们还是没能通过内衣碗实现梦想。一项要靠身体进行激烈对抗的比赛，却没有任何专业的护具，经常发生事故，让很多姑娘的身体都吃不消。再加上内衣碗联盟拖欠工资、不好好履行合同的骚操作，越来越多的姑娘看透了他们，并离开联盟。这项世界上最热辣的比赛，自然也就凉凉了。朋友们，爱看摔跤比赛吗？
有人可能会说，摔跤有啥好看的？都是大坨肌肉之间的碰撞，还是前面的内衣碗有看头？您先别着急滑走，猫爷今天就把20年老司机的驾照拍在这，跟大家保证，岛国女子摔跤比赛绝对让你看了之后终身难忘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，摔跤跟摔跤是2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摔跤是摔跤吧爸爸里面遵守各项规则的正规运动，女孩们穿运动服、剪短发登上摔跤场为荣誉而战。摔跤则是有剧本、有剧情，拳脚腿肘薅头发齐上阵的表演赛。女孩们需要穿上独特的服装，登上摔跤舞台为娱乐和名气而战。目前世界上有3大摔跤流派：日式、美式、墨西哥式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日式摔跤以真情实感3分天下，其中的女子摔跤又因为可看性极强，形成了奇怪的偶像文化。在一切皆可偶像化的岛国，打架斗殴当然也可以圈粉了。不过呢，在摔跤舞台上光有颜值不行，技术也不能差，尤其是有些动作简直不像是正常人类能做出来的。猫爷随便放几个片段，大家感受一下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今天在台上必须要分个生死，但其实他们只是在表演，表演的目的也不是你死我活，而是圈住粉丝。最终的胜负也并不考虑有效攻击次数，而是由登记员根据选手的人气、表现和商业价值决定谁能赢得腰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样的选手能脱颖而出呢？在猫眼看来，赤井沙希绝对是个中高手。赤井沙希被称为女子摔跤界的林志玲，以高颜值长相和身材在女子摔跤项目上获得了超高的人气。174厘米的身高，拥有着完美的身材曲线，这样的颜值和身材火确实有道理。本着长得越可爱，摔起跤来就越凶，这未解的硬实力相当了得。不仅摔女人，男人也会倒在她的当下。之所以被称作摔跤界林志玲，是因为她在八角笼里大开大合，动作既潇洒又致命，但在私下却是小猫一样的温柔性格。有人甚至觉得这样独特的反差甚至比林志玲还要有魅力。不少人对此充满疑问，这么假有什么好看的？实际上，日式女子摔跤选手都是同事关系，按照剧本打人和被打的双方都是设计好的角色，各有任务。打人的需要做到用最大的力气打出最小的伤害，被打的需要做到挨最轻的打时做最夸张的表情。真实的暴力画面会让普通人觉得不太好吧，从而影响观赛的爽感。一旦知道都是表演，那点出于道德产生的心理压力便荡然无存，欢呼起哄也显得理直气壮了起来。比如下面这场比赛，你告诉我他俩是真打我都不信。让人看得最爽的无疑是被摔，那你看得出下面这些人是怎么配合的吗？看不出来，那就对了，因为再怎么控制和配合，选手们都是真身上阵，拳拳到肉，还有一些难以描述的招数，真与假不重要，人最后是否活着才重要。摔跤能赚钱，能出名，却也是把头拴在裤腰带上的职业，要是有的选，谁会干？一本叫做《女子摔跤残酷物语》的书里记述了17名女子摔跤选手的经历，那是一个比一个惨。相比之下，本职为模特和演员的赤井沙希半路转行成摔跤手，简直是异类中的异类。日本女子摔跤界最难以磨灭的痛，是在1987年选手梅田麻里子被对手被摔在舞台上，被摔动作对选手来说相当于家常便饭。那天麻里子和对手都没有明显失误，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让29岁的麻里子当场昏迷，后因颅脑损伤在医院去世。这些女子摔跤手用生命证明了女人一样可以流血流汗不流泪。或许我们不该戴着有色且无码的眼镜去看待女子摔跤比赛，她们像野兽一样厮杀，同样是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以及胜利的荣光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猫爷分享的2项最性感运动，大家更欣赏哪一个？赶快在下方留言分享出来吧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